上周团录之后，我的声音整个没有了，然后现在的声音回来了。这个礼拜我们要去姐姐同学家读书会，因为再过好像下礼拜吧，他们学校考试，所以今天就来个读书会。爸爸，嘿，妈妈不会游泳，阿嬷也不会游泳，他们两个掉进河里，你会先救谁？我看那个河多深啊！一样掉进海里。几乎像个美人鱼一样会游泳，还可以在水里呼吸，你会先救谁？那我像美人鱼，我就可以两个人一起救了呀。假如妈妈一个在北方，一个在西方的海，你会先救谁？这问题无解 ，OK？ 那就别问这个问题了呗。很难回答吧？这个是很难回答的。你妈是这一辈子你没办法换的，你可以换很多个老婆，但是你没办法换妈，这个是很重要。我可以换很多个老婆，那你早说嘛！你早说嘛！我跟你讲，你为什么不早说？你一块肉也没了，知道吧？我要问第一个问题，上礼拜团录，其实我本来就想要做1万订阅的问与答，当天然后没什么拍摄，讲不出来话了。对我也讲不出来话，而且没有麦克风，而且白天我都已经回答完了，白天跟他们聊天我也没拍，所以我整理出当天比较多人问的问题。他们问的内容都有什么？职业啊，肯定觉得为什么每天那么闲呢？爸爸到底是做啥职业？平常都还可以出去数位游牧，然后都不用上班。我的职业就是投资相关的了。我是2007年去上海的吧，学这一块，然后后来2015年回台湾嘛，我跟妈妈就住在上海，一起住好几年了。妈妈怀孕之后，我们就回台湾，当时那边的生意也不好了。然后回台湾之后，就等于说从零开始。我在上海那段时间，我有学到很多东西。然后回台湾，我就开始往线上去发展了。爸爸这辈子6年时间在澳洲，9年时间在上海，在台湾的时间也没有多长，所以就觉得爸爸就是到处飞。我就想到我的工作内容一定要走线上，就是网络的。又到疫情。那时候我又更加的坚定，一定要走网路。我那时候把工作模式全部都是变成网路化，不太走开店啊或者上班这一块这样。好，那时候要照顾你跟妹妹啊，我又在家里工作，然后边帮忙家里。哎呀，难怪感觉有人在旁边，那个声音像 Jesus。所以我就想说，与其我在家里，还不如开露营车出去弄早餐。哇哈哈 ！OK， 第二个问题，有个粉丝下来询问教养问题，然后我说啊，我又不是什么专家。他们是说有在我影片看到我们家互动什么的，他们觉得哇，原来小孩大人可以这样子沟通的。我们小孩学习啊，各方面全都是。给他们自主安排自己的人生，自己决定，这就是我们的做法。我们只是陪伴他们，需要什么帮忙，我们肯定全力以赴，也不会让他们觉得单枪匹马的这样子奋斗啊，干嘛的，就是民主啦，然后平等，没有资格去吼啊。虽然有过，对不对？尽量，尽量平等嘛，跟小孩是平等的关系，就这样。家庭温度计。就是愉快，然后那天上面有个大姐跟大哥，他们也说很喜欢我跟我老婆的那个正向乐观的态度去面对任何事，我才知道说原来我的影片不只是拍露营了，原来还能给人家有这么多的感受。为什么执着拍片，而且老实讲。又赚不到什么，看你的影片没什么业配，为什么你这样拍片可以一直这样做特效，然后去拍摄？为什么呢？其实啊，我从小立志想要当导演啊。我在国1的时候，我跟我爸说我想当导演，然后我爸可能就是随口的给了一个意见，就是说他也不是有心的，就随口的说导演很烧钱啊，那个很难啊，不可能啊，卖工啊，类似像这样的，然后我就。放弃了这个念头。我觉得小孩的一些，哪怕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，都蛮重要的。先听听小孩的想法，陪着他去做做看。你在圆你的童年梦吗？圆童年梦没有刻意的圆，可是刚好有 YouTube 这个平台，就是免费的。
哎，好吃啊！然后制片时间多长？2023年我制片2周1根。其实我给自己2023年短语就是练习制片之年。那一年我几乎就是熟练这个制片做特效。那时候我喜欢那个 Zack King 变魔术的，可是是靠制片去变魔术的。看到他的影片，我就想说，哎，哪一段可以放到我影片里面？像上次祥云露营区啊，我不是把衣服丢上去穿上来，哇，那个我做的好久。那时候又没有 AI 抠图，我就这样一帧一帧的去抠，把衣服弄到身上。现在看还是很好看，这就是我为什么那么执着制片。就做完之后，其实这个东西放在网络上是一辈子的。可能我的下一代，阿公的阿公的阿公的阿公啊的阿公是个 YouTuber， 那个时候居然可以做出这样的特效，很不容易。将来我在想，这些特效可能手机都可以弄。然后2024年我们就环岛，我就开始告诉自己，2024年每周1根，真的很辛苦啦。一开始1到5每天都在制片，现在呢，像上一次那个电气化的影片。我最高纪录，我在2天制作1支影片，可是2天是什么概念？是早上张开眼睛就开始做了，然后你们去上学，回来我也是不管你们，我就，然后那时候你有时候问我问题，我被打断，我还会有点生气啊，就是因为我太认真了。然后你突然间一个数学问题我就回答完你之后，我又回来我的电脑。又要重新的再认真进去这个工作，就那个时候我是有点不耐烦。2025年我要开始展开我的露营车数位游牧2.0。前几次的数位游牧是有点困苦，一直移动，要去找洗澡的，然后有些东西又很不方便。我2025年我要把车子打造到我出去很舒适、很享受，然后我把这个生活状态拍给大家看。之后呢，我打算就是我带着家人就出去住2个晚上，而且可以野营的状态下，然后我们是很舒适的，不像环岛。老实讲，那时候环岛有点艰难啊，这台露营车还是有一些东西要改。那寒暑假只要是小孩有长时间放假的时间呢，我还是选择停更啊，我也可以有个长假休息这样子。所以大家遇到寒假暑假，大家也认真陪小孩。现在就是回答那个社群大家的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当初我们家有办移民啊，然后我去澳洲是读书，将来会不会去澳洲？为了小孩学业，有可能去。去的话，我100%入手那个更大的露营车，电锯啊。它其实叫单手链锯机啦，链锯机都很好用啦。如果要我现在再选择一次，我会买 Makita， 因为我的鼓风机跟电风扇都是 Makita 电池的。我想要统一电池，就像达哥说的，你一个电池可以用多种的电器。再给我选择一次，我可能不会买电锯，我的柴我可能会买现成的。我后来估算了一下，其实买的比较划算 ，CP 值比较高。因为锯的话，你会烧得不爽，柴肯定是湿的。那泰森兄妹他们是有把那个柴干燥，他们有干燥机，那个也不便宜啊。其实就有点像你开车你加油，那个也要花油钱，你就把那个木材当消耗品。你要烧柴取暖，就是买木材。下一个问题，为什么那么执着的拍影片、拍特效？应该说，我一开始也抓不到重点，抓不到观众要看什么。我一开始拍录影影片，我还不会去做一些起承转合那些无为某为，可是我只会傻傻的一直用特效来吸引观众。比较后期的时候，我就会开始做一些故事的铺陈，那做出来大家喜欢看，我就很开心。输入验证码，等一下 C101哦，哇，现在真的都是不需要人力的，全都是自动化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的产业，我希望走网路就是这样，不走网路，很多产业会被淘汰。下一个问题，这位爸爸他也有2个女儿，他应该也是很羡慕我这样子的
数位游牧。我们家其实我们是私立的，小孩是4点多放学，到家有5点了，而且他们现在2个有这个能力自己上下学，那对我们父母来讲就方便很多。他们平常在家其实是很少时间的，5点放学，做功课，吃个饭，洗个澡，就差不多要睡觉了。白天我老婆就有时间了，现在小孩大了，就我可以做这件事。我老婆也是很支持我走出去，让影片的内容更丰富。回到家了，要不下个问题，你的星座？双鱼，我是巨蟹座，姐姐是牡羊座，妹妹是水瓶座。还有什么问题？全部一次来。我想知道 Solo Stove Ranger 使用心得。再给一次机会，车子有够空间的话，我觉得尺寸方面很好用，因为我一开始用小的，会烧得很不爽，都还要顾虑到木材的大小尺寸，然后有时候燃烧不完全，积碳在里面要倒掉。嘿，干嘛啦？后来直接就是扛一个 Solo Stove 大的。那其实 Solo Stove 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几卡收纳箱，里面也可以收纳一些木材。车子有足够的空间，我有时候会宁可把空间留给视觉。怎么说呢？就是不一定是一定要把车子塞得很满，车子空间很宽敞，舒舒服服的，很空旷，就极简美，那也不错啊。还有什么问题的？我洗了，我已经洗一半了。请问老车半年检验一次，车上哪些改装会不会被雕？我的车子是客货，你只要不要做边柜，不要做那种后车厢拉出来的那种厨具就可以了。那我在想，边柜我自己弄个斑马桌当个活动型边柜就好了。我不做边柜，那个位置还能睡得比较宽敞一点。车尾厨房我不做，是因为就是你拉出来，其实在户外是很少机会，停车格是没有那个机会给你拉出来那边。那再来就是说拉出来有一些餐具东西，在外面翻找比较方便。可是你今天想，你这个系统你还是要把它推回去车子里面，空间其实是一样的，只是车子里面的空间拉出来，使用完还是要把它推到车子里面，就像俄罗斯方块一样的，你拿出来还是要放进去，所以座位底下的空间就那么多，反而还会吃掉一些木板的空间，因为你要拉出来会有轨道啊那些空间，我认为装东西反而更少。被雕没有被雕，那露营车我就要做必要的，没必要的我都不做。下一个问题，哪些装备从一开始最推荐 ？OK， 露营装备我有2个露营装备推荐，第一个就是行军床。大家可以去门市去躺躺看，行军床太多优点了啦，你们可以去研究一下行军床跟搭内帐优缺点。我以前都讲过啊，不用晒地垫。第二个露营用品不是用品，因为露营用品呢一直会更新，越做越好。可是我推荐的是颜色的搭配，风格就颜色啦。我的露营用品从很早我买52R 的时候，我就已经确定是沙色跟黑色。你一旦确定这个颜色之后，你的露营用品就是朝这个方向买。那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什么？这应该很少人提到，就是大家有时候会把钱花在帐篷上，而我会把钱花在室内的桌子、椅子啊、箱子啊，因为当你帐篷要换帐篷的时候，这些桌子椅子是跟着你搬家的。你这帐篷卖掉，你下一个帐篷，你入住的时候，你这些露营用品一起搬进去入住。跟我们在卖房子不一样，这装修是送给别人的。反而帐篷对我来说不太需要买到很贵，那里面的桌子椅子能买钛的就买钛，能买好的就买好的。我以后的走向应该会这样，行军床可能就是 Helinox， 有一些能 Snow Peak 就 Snow Peak， 就是这样的概念。颜色搭配很重要，我就给大家看这个。你看哦，大家家里应该有很多种杯子嘛，这样看起来乱不乱？然后呢，我今天这样子看起来怎么样？啊，这样子，我们在露营的时候，可能小孩的水壶是蓝色的，妹妹的水壶是粉红色的，这样放着；爸爸的水壶是黑色的，妈妈的水壶是这个颜色的，然后放在一起，哪怕放得很整齐，还是会画面很乱。你看像这样，就很好看。往往呢，我们在百货公司看到的专柜就是这样，一个马克杯，然后摆着这样，然后你就会哇，好漂亮哦，然后就会想要买回家。
结果买回家的时候放到家里，这样子一放，嘿，结果发现每一个时期买的杯子都放在一起，就会乱乱的。这个就是我认为色系很重要的概念。我的 style 是七彩的，彩虹的，那就会很乱，我的 style 就会这样子，是吧？大家知道意思吗？懂得就会懂。那我只能妥协，因为也不要试图改变另一半。你是一个家庭了，是一个团体生活了，你不再是一个人了。如果今天我是一个人住的话，或许就是那样。可是你今天是团体生活，你就是跟着大家一起。那你自己的小小空间呢，就会维持得好。OK， 今天要带大女儿去她同学家温习功课。下一个留言，这么优质，怎么才1万？其实我大概知道了，大家可以看我的影片数还没破100，以这个影片数可以到1万，我自己觉得还蛮满意的。我2023年其实就是2周1更嘛，所以基本上那不算在经营频道，认真的经营频道应该是我们环岛之后。来，走，我们走了，出门。过2个礼拜要考试了。下一则留言，我想分享的是我水域逆光第37录的时候，我记得那个时候影片订阅还没有超过1000，大女儿同学的爸爸就跟影主介绍说，他是 YouTuber， 不想说自己是 YouTuber。还没1000的时候，我是想要经营频道，可是又不敢把影片拍得太特殊，把影片保持得很路人影片。路人影片就是大家平常在 Facebook 会分享一些假日出去玩的影片，只是把它剪辑在一起而已。第37录之后，我就觉得我要经营就好好经营，所以后来38录我主题是叶葱，我就开始介绍我们家叶葱的方法。所以叶葱我加了口白，我的影片就不再这么的路人，我也就是豁出去了。我把露营区当作我的拍片现场，那一段我走过来了。下一个问题，那个粉丝团录的问题，我第一次团录是邀请会员频道的会员，然后可是我是觉得说第一次团录也应该是最后一次，因为我总感觉很繁琐，我要麻烦 Victor 在定位啊各方面都 Victor 在弄的，我都觉得不好意思。后来发现团录就是大家各录各的，大家自己会去找朋友。那如果以后我的团录是那种不需要安排什么活动啊、节目啊那种就 OK， 就大家一起录嘛，我们录我们的，然后大家一起聊天这样的。我跟妈妈是在上海认识的，我约她看电影，她是做化妆品销售，我应该是说爸爸帮阿嬷去拿化妆品还是保养品，我忘记了，帮阿嬷去拿，然后认识妈妈。多少个兄弟姐妹？我有一个哥哥。我知道你有一个哥哥。电铃呢？这是什么 ？South behind the bush。他们礼拜一有 presentation， 需要上台。你看，我这全要背起来，意思对就好了。一样，但是字不一定要。哦。意思一定要一样，但字不一样。OK。我们刚刚在同学家吃饭，然后女儿留在同学家，她叫我等一下再去接，所以我自己就先回来啦。那还有什么问题啊？对，刚刚说什么 James 哪里出生的？台北。看到你去澳洲的影片，你女儿跟朋友小孩自然的用英语聊天对话，口说英文是怎么样养成的？她幼稚园是英文占80%，中文占20%。上国小就到双语学校，他们的双语学校是就一半一半的，占重比例还是挺高的，所以给她这个环境。让他去学，有些学校是1周2堂英文课，就说是双语学校。那除了学校给他这个环境之外，在他们幼稚园的时候，我就有跟他们玩这个游戏，就是礼拜1到礼拜5，当玩游戏就是全英这样子。我也陪他们讲英文，虽然我英文也不是非常好，但是我觉得大人第一要敢讲。我觉得在外面啊，你讲英文可能会不好意思，然后跟自己的小孩讲英文就不会不好意思。小孩如果愿意玩这个游戏的话，就跟小孩玩这样的。我们很久没有看到你家的可爱宠物，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分享？以前住电梯大楼的时候，因为家里比较小，然后我在客厅有养那个鹌鹑。第一方面，他们喜欢吃鹌鹑蛋；第二方面就是当水族箱在养，有个小宠物在那边观赏。
后来搬到透天之后，他们好像就不太去看了，然后生的蛋也生了一窝，他们也没有想吃，后来就让他们自然的死亡。因为鹌鹑他们的寿命大概是2年，那2年他们就自然死掉了。然后陆龟现在天气冷，我们养在厕所。请给想入坑露营车一些建议，比如灭火器。灭火器我没有特别，我就买的是普通灭火器，我不知道怎么样给建议。露营车就是我觉得有2个厂要好好找，第一就是保养厂，帮你车子维护；第二就是露营车改装厂。这2个厂都是一开始我没有在意，没有去认真研究，所以导致车子出状况。然后改装厂也是一样，当时我就是找广告打很大的，广告打很大跟技术其实不能画等号，技术好的肯定他口碑就好。这2个厂一定要先找到，长期的配合，2个厂一定要好好找。儿子喜欢看3个 uncle 去露营被捏爆。我自己也蛮喜欢那个效果，因为现在那很多都是 AI 做的。Hello James， 我一定要跟你分享我跟小孩的对话。孩子晚上洗完澡跟我说：“爸爸，我要看 James Lu。”我说：“你可以看《麒麟王》呀。” James Lu 是大人在看的，你看不懂吧？他回应，可是看他笑眯眯，我也很开心。我觉得能够带给大家欢乐，我觉得也不错。像我印象中，以前我很喜欢在礼拜天边吃水果还是边吃东西，然后看超级星期天，或者是有一些综艺节目，然后看了开开心心，然后去睡觉，隔一天起床去上学，就是那一个礼拜的一个结束这样子。我也很开心，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节目，如果有这样的效果，我觉得还不错，因为我的影片都是礼拜天下午6点开播。对啊，如果有这样子的娱乐效果，那还不错，我觉得。那下一次的问与答应该就是5万订阅。好，大概就这样。好，拜拜。